只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让美元暴跌了12%。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半个多世纪之前。还记得1973年黄金跟美元脱钩的惊天骗局吗？当时全球的财富一夜洗白。而今天呢，历史正在重演，全世界最担心的美国还债的问题不但一笔勾销了，同时每一次的货币革命都会把过去最赚钱的人事物甚至是国家给淘汰，然后诞生一个全新的赚钱逻辑。也就是说，未来的财富将会属于今天货币革命发生的当下就已经布局的人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曹医生。上个月呢，就是美国还债高峰期了，全世界都在关注，如果美国还不出牌，那么就需要借高息债来还低息债了，美国借钱的成本就会翻4-5倍，直接就经济自杀了。但诡异的是，现在美国欠的钱直接就不用还了。什么意思呢？当时美国就打出来第一张牌嘛，我们也看得到，就是主动的去引爆经济衰退，包括什么关税战争汇率战之类的，甚至去制造一场4月的股灾，希望可以吓到所有的人去卖股票，然后把钱赶过去买这个高利息而且安全的美债，同时去威迫全世界去买美债你不买的话，你就要看着你的汇率升值，看着你的货被加关税，看着你的东西因为太贵而卖不出去。而结果现在呢，美债依然是卖不出去的，美债利息依然是给的非常高的，而美股也在股灾之后反弹回来了。也就是说，虽然有战争、有汇率、有关税之类的风险，但是大家还是宁愿去买美股，也不去买你的美债。而现在中国、日本也还在抛售这美债，美元还继续的暴跌下去了。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元真的像巴菲特所说的一样，要下地狱了。所以这第一张盘可以说是失败了。那么当时留给美国的就2条路嘛，一条就是让美联储来兜底，就是降息和扩表印钱嘛。这样虽然美国就不用借高利贷了，但是却更进一步的让美元变成废纸赖账了，而代价就是让全世界再进一步的去抛售美元，美国的信用就会崩盘了。而第一条路就是引爆一场跟08年一样的金融危机，拖全世界下水嘛，让全世界给美国垫底，这样美国还是最好的，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嘛。但是这2条路美国现在都没有选而是打出了一张出乎意料的牌，这个才是最恐怖的赖账计划，让美债危机凭空就消失了。什么意思呢？美国管钱的那个贝森特就是索罗斯的那个门生嘛，就推出了一个宾夕法尼亚计划，我叫它宾州计划嘛。这宾州计划有2招，第一招就是发动一场货币革命，不但把美债问题用一个叫做稳定币的概念瞬间解决了，而且还吸走了全世界的钱。而第二招就是把美债从外循环变成内循环。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元的资产，无论是美股、美债、美房，都在被无声的稀释了。有些国家的资产就会被洗劫，而这不是在讲未来会发生的事，而是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资本家已经开始布局了。而有的人他觉得跟自己无关的，50年之前淘汰的是黄金，而今天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局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很多人以为这稳定币只是科技带给我们人类的新礼物，让我们的交易更加方便、更加隐秘，是一场新时代的货币革命吗？各位有听过什么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吗？你预期这个世界未来这几年的话题都是围绕着这个稳定币，因为这其实是一场针对我们血汗钱的金融殖民这个世界清算银行已经紧接了拉了警报，告诉我们全世界，你们国家的货币主权已经在被摧毁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看我1个月前的影片，就知道美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打出了一张跟金本位一样的牌。当时是让这个美元跟黄金挂钩嘛，而现在就是让美债跟稳定币挂钩。简单来说就是让全世界的人只要把他们手上的钱换成这个稳定币，那么发行稳定币的公司就会把全世界的钱都拿去买这个短期的美债。而再直接一点就是，如果美国想让美债卖出去，那么它只需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去把自己手上的钱换成稳定币，那么就等同于让全世界接盘了美债。但就只是这么简单吗？各位，你觉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呢，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呢？是这个税收，是这个军队，还是说印钱的权利呢？美国背后的财阀家族呢，就曾经说过，只要让我控制了这个货币的发行呢，那谁来当总统都是无所谓的。为什么呢？因为货币才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你去思考一下嘛，一个国家有多强，看的是什么啊？是军队没错，但军队是怎么来的？打仗打的是人命吗？是钱啊，各位。那钱从哪里来？靠现在这个老百姓收税吗？你这个税只要贵一点了，就会民不聊生，然后就会引起反抗，反抗呢就会引起暴动，而就算你派军队把这个暴动压下来，你国家也搞不了钱了，没钱你怎么养军队呢？但是印钱就不同了，今天我政府呢印了一张100块的纸币，成本呢可能只需要1块，但是这1块的成本呢却可以当100块花出去嘛。比如说我可以用来买东西、发薪水、搞建设等等的，所以这就相当于我政府多了100块来花嘛，而成本只有1块，这中间的99块呢就是所谓的铸币税，等同于政府凭空赚到的钱嘛。所以今天我要搞军队也好，搞基建也好，我不需要劳民伤财的，我只需要开动这个印钞机就可以编出几万亿来花了。而且所谓的印钱啊，其实也不是真的打开这个印钞机，而是直接在央行的账号上面多写上几个零就可以了。因为小额的交易呢，大家才需要钞票；大额的交易呢，大家都只是转账嘛，那就不需要印那么多钱嘛。而印钱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制造通胀，让大家手上的这个钱去贬值，然后无声无息的偷走老百姓的财富，让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来维持生活，然后不断的努力工作，这样社会呢才可以发展嘛。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谁掌握了这个印钞权，谁就掌握了物价的涨跌，掌握了就业率，掌握了资产的价格，甚至呢是战争的胜负。所以美联储呢才这么喜欢升息、降息、扩表、缩表的。那么现在如果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人呢，连自己国家的钞票都不去用了，而是跑过去用这个美国稳定币的时候呢，美债不仅就可以找到有人接盘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将会被美国金融殖民啊，因为就等同于说老百姓把自己国家印钱的权利拱手相让了，稳定币就可以让一些国家去破产，甚至让那些老百姓变成奴隶。这件事呢，我之前讲的比较早，所以呢，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但实际上现在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已经是一场正在开始的金融殖民了。比如说这个尼日利亚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嘛。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非洲的国家，有人可能会觉得跟我无关嘛，但其实这场金融政变出来才1-2个月，这个国家的货币主权已经名存实亡了。你觉得下一个会是谁呢？当时的尼日利亚只是取消了这个燃油的补贴，就你去开车加油嘛，你就要按照这个原来价格来付钱，政府呢不给你贴钱了，就引发了一些物价上涨。但就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举动，然后这个国家的汇率呢就直接被做空打爆了，它的货币呢被大量的抛售了。那么今天你是尼日利亚的老百姓，你看到你国家的钞票很快就变废纸了，今天你手上有10万，过了几天就变成5万了，你会怎么做呢？你当然是赶快把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钞票换成其他的货币啊。那么以前这些人呢就可能会换成美元嘛，而现在他们都换成了美国的稳定币了。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你换美元的话，不但这个手续费是很高的，转账呢还是很慢的，你换的慢一点呢那这个汇率又变了。而且当时的尼日利亚呢，它的汇率被做空打爆之后，那它的央行就拿着手上全部300多亿的美元呢，去买回自己国家的这个钞票嘛，就想要重新的推高自己国家的汇率嘛。结果他手上的美元就被全部的抽干了，所以他的政府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去禁止普通人不能去换美元。所以呢，那边的老百姓就直接换成美国的稳定币，不但可以秒到账，而且手续费呢还跟不用钱差不多的。而更恐怖的是，当尼日利亚禁止他的老百姓去换稳定币的时候，尼日利亚呢却反而成为了现在全世界日常使用稳定币最多的国家了。因为你禁止不了的，它的交易呢完全是匿名的，
是直接绕过你国家去监管的。也就是说，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人呢，都不再用尼日利亚的钞票了，而是用美国的稳定币来做交易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个特例，那不好意思，就这1-2个月的时间，这个阿联酋啊、菲律宾啊、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埃及、土耳其、伊朗等等的这些国家，他们30%-40%的交易也都在用稳定币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失去了铸币税，意味着他们最大的收入就没了。那怎么办呢？要不就是增加收入嘛，也就是加大增税嘛；要不呢就是减少支出，也就是那些什么医院啊、学校啊、铁路啊都不盖了，那些医疗补贴、学费补贴都没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去用美国稳定币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自己国家的政府收入无形的转移到美国资本家的手上了。那这一切还跟你无关吗？以前美国是怎么通过剪羊毛来收割财富的？第一步呢，就是撒钱期嘛，美国就会疯狂的印钱，然后把钱以接近于零的利息借给美国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呢，就会拿着这些钱去推高全世界的资产价格，然后呢再高位卖出。而第二步就是收割期了，美国突然升息，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把他们的钱都投资过去美国，让全世界国家的货币贬值。而且因为他们的钱呢都被美国抽走了嘛，大家都在卖自己国家的资产了，然后去投资美国了，那这些资产的价格呢就会暴跌。而第三步就是收网期嘛，美国的资本家就会用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你国家因为汇率还有贱卖的核心资产，你国家那些好的公司啊、好的土地、好的建设都会被美国资本家用低价来收购。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只需要去印钱就可以换走你国家的工厂和土地了，然后留给你的就是一个经济衰退，你全世界的老百姓呢就只能为美国资本家打工。所以现在全世界就开始去美元化嘛，就开始不去买你的美债，而是去买黄金了，甚至不用你的美元了。所以当美元快要失去霸权的时候呢，现在就推出了稳定币来取代美元过去剪羊毛的收割方法了。其实套路呢也一样，只是来得更快更简单，甚至是直接绕过这个美联储。比如说不需要再印美元了，而是直接就让这个Circle这些发行稳定币的公司多弄点稳定币出来嘛。所以如果你这个国家不听话，美国是可以直接冻结你的稳定币了。这个呢比军事的封锁更狠啊，因为这个可以让你全国的交易都瘫痪了。而最重要的是，如果全世界都去用稳定币的话，美国就可以直接绕过你国家的央行，直接控制你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了。今天你整个尼日利亚都用我美国的稳定币，我是不是可以增加你国家的稳定币数量呢？也就是说让你国家的钱变得更多啊。那么你国家的钱变多了，你的资产就贬值了嘛。也就是说，我美国想让你的物价上涨，你就要涨；我让你跌，你就要跌。我想什么时候抄底你的资产就什么时候。还有现在我们不需要美联储开会了，我直接就可以把借出稳定币的利息呢提高你国家银行贷款的利息是多少，都是我们美国说了算了，随时可以让你破产的。而这些国家可以反抗吗？你看嘛，尼日利亚禁止用稳定币了，结果黑市的交易量呢就暴增了，反而更多人去用了。然后他们去管制这个稳定币，结果跨境的转账呢1秒就完成了。那他们自己发行稳定币行不行啊？全世界都没有人去用，连你自己国家的人呢也不去用。这个呢就是货币殖民的现代版了，不用打仗，用稳定币呢就可以让一个国家归下了。所以历史呢正在重演，如果有一天你国家的老百姓都开始用稳定币了，那么你的存款可能呢只是资本家数据库里面的数字，随时呢都可以被调整的。你的资产呢，美国一键升息就直接让你的房价股价直接腰斩了，还有你的未来可能永远就活在华尔街金融循环收割里面。而我相信稳定币的普及呢不用等太久的，因为其实我们买过比特币的人呢手上都有不少的稳定币。但每一次的财富大洗盘呢，都会有一些人赚到整个家族有史以来最多的财富。比如说08年在别人破产的时候无数人去抄底，然后现在就躺平了。再比如说去年美股牛市的时候，无论是股票、黄金、比特币，都让我和我弟子的资产翻了几番。而现在的货币革命，当资本家收割全世界财富的时候，一个新的趋势就会出现了。有的人呢什么都不做，然后呢就被通膨不断的让手上的钱贬值了，不断的工作到死的那一刻了。而有的人胡乱的去抄底，
结果呢就买在了半山腰了。而最后呢就两个结果嘛，第一呢就是恐慌割肉，卖在最低点；第二呢就是死扛，等着去解套，等同于把自己的钱去冻结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涨回来了，然后就错过了其他资产暴涨赚钱的机会嘛。所以如果你还在被什么长期持有，只要拿着就可以涨回来的这些不负责任的策略洗脑的话，你的财富呢就会被时代彻底的压碎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在暴跌之前的逃顶信号，去提前锁定一些利润，还有当趋势翻转的暴利机会。所以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个报名费呢不用100美金，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将取消了。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你去思考一下嘛，如果你国家的老百姓都把自己手上的钱换成美国的稳定币，那会怎么样呢？大家都去银行取钱，然后换成美国的稳定币嘛，那么银行的那个存款是不是就会大规模的流失了？那么银行没钱了，但是他们的贷款已经放出去了，这样呢就会出现流动性的危机。只要再有更多的人向银行取钱，银行呢就要破产了。而如果你国家的银行不想要破产，是不是就要找人借钱了？那找谁借啊？当然就是美国啊，因为你国家老百姓的钱都跑了过去美国嘛。那么你向美国借钱，你要付多少的利息呢？是不是就是美国说了算了？他让你付20%的利息，你就要付20%的利息，你不付呢，你这个银行就要破产。而我告诉你，稳定币取代现金呢，是一定会发生的，也很快会发生的。因为比如说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成为了无现金的社会了。我很久之前有个大陆的合作伙伴，他生日嘛，我就送了一个很贵的钱包给他，结果他后面告诉我说用不上的，因为他出去呢都是用手机的支付宝付钱了。所以更恐怖的是，很多人呢还会用稳定币来避税。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非洲人，你赚了1000万，你透过银行去收钱，你就要按照1000万去交税，因为这里呢是有记录的。但如果今天你收的这1000万是美国的稳定币，那么你非洲的政府呢是监管不到了，有的人呢就不交税了。而如果你很老实，你觉得交税无所谓啊，你不去用稳定币去逃税，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呢都去用了，他逃税了，节省了很多钱了，所以呢他就可以直接打价格战，把自己的产品价格呢降低，然后来抢走你的客户。所以如果稳定币真的是流行起来的话，那么收割的就不再是老百姓的资产了，而是全世界国家的收入了。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推的稳定币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阳谋了。就算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你也只能无能为力，因为大部分的国家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嘛。再简单来说呢，这阳谋的第一步就是让全世界习惯美国稳定币，第二步呢就是抽干全世界银行的存款，第三步就是让全世界税收崩溃，第四步让全世界丧失印钱的权利，最后全世界的利率啊、汇率啊、通胀率、失业率都是由美国来决定了。也因为这样，这一次推出稳定币的不仅是美国，中国跟欧洲呢也参与了这次的货币革命。各位，什么是货币啊？有货才有币嘛。就今天你手上有我想要的货，所以我才会想要用你的币来买你的货。再简单来说呢，就今天我想要买石油、买黄金、买美股、买比特币、买苹果手机、买 Nvidia 的芯片，那么我想要买这些货呢，都要用美国发行的稳定币才能买到。那么我是不是就要把我家的钱换成美国的稳定币啊？还有中国，全世界家电啊、手机啊、衣服啊，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大家就会想要用中国发行的稳定币来买这些货嘛。还有欧洲的那些 LV 啊、劳力士啊，高端的奢侈品啊，都是大家想要的货，所以欧洲发行的稳定币呢，也会有人认的。所以这些有货在手的国家呢，他们都可以去争取稳定币的普及性。
也就是看看全世界到底用的是美国的稳定币比较多呢，还是中国跟欧洲的稳定币比较多。但如果没有货在手的国家呢，他们发行的稳定币有人用吗？比如说以前你发行了自己国家的钞票，就算全世界不用你的钞票，你还可以规定你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去用吗？你还可以限制你自己的老百姓不能去用美元吗？但是现在呢，稳定币你限制不了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就只能选择去站队用哪一个国家的稳定币，把自己印钱的权利呢让出去，把自己国家最大的收入也就是铸币税也让出去了。最后的结果呢，要不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交易都要用美国的稳定币，要不呢就是全世界都只用欧美中的稳定币。这个呢就是宾州计划的第一招啊。而第二招呢，就是把美债从外循环变成内循环。而其实这一招日本早就已经为美国实验了很多年了。什么意思呢？各位，很多人说美国欠的钱太多了，根本还不起啊。但其实日本欠的钱是美国的2倍，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思考会不会还不起的问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借钱给日本的都是日本国内的财团嘛，比如说日本的银行啊、农协啊、养老金啊、金融机构啊之类的。而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听命于日本政府的，所以他们是不会抛售日债的。那既然我的日债都不会被抛售了，也因为这样，日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一直去印钱嘛，一直维持着很低的利息嘛。而日本的这一招实验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那么现在美国就拿过来用嘛？你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去买我的长期美债，对吧？没关系的，我让我国内华尔街的财阀去买。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华尔街要去接盘你的美债呢？如果华尔街愿意接盘的话，那现在美债就不会卖不出去了。很简单嘛，这宾州计划就是告诉你，只要你愿意接盘，我可以让你华尔街凭空多创造出一笔钱，然后让你拿着这笔钱去买我10年、20年的美债。这10年、20年我让你每年躺着赚我5%的利息，你愿不愿意呢？就是你华尔街可能只有10亿，我帮你把这10亿变成30亿，然后你拿多出来的这20亿去买我的美债赚利息，你要不要呢？那当然要啊！你政府无缘无故的帮我把钱变多，还无缘无故的给我利息，但是问题又来了，这钱怎么凭空变出来呢？就是降低资产的充足率。你这样理解吗？就是给你加大杠杆。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原来有10亿美元，那这10亿美元你其实是可以当做100亿借出去的，也就是放大10倍的杠杆的。就是今天我是银行嘛，我借给你10亿，但是我不是直接给你10亿的现金吗？我只是在你的户口上面加上10亿的这个数字。你打开手机虽然看到你的账户上面多了10亿，但是这10亿的钱其实有没有给到你呢？是没有的。这个钱还是在我银行这里的。就算我给你10亿的现金呢，你拿到这个钱之后，你还是会把这10亿再存进去银行的。所以兜兜转转我借给了你10亿，你的账号呢是多了10亿的这个数字，但实际上这10亿呢还是在我银行的金库里面。那么结果就是你欠了我银行10亿，而我手上呢还是有这10亿的，对吧？那么我是不是又可以把这10亿再借给另外一个人呢？然后同样他欠了我10亿，但是钱还是在我手上嘛，所以我就可以不断的把这10亿借给不同的人。而美国规定我最多是可以借给10个人的，所以我最多呢是可以把10亿当成是100亿去放贷的，也就是我放贷出去的杠杆是10倍嘛。而现在美国呢就可以放松这个杠杆，让我可以多借给2个人去花嘛，也就是我无缘无故的就多了20亿的钱嘛。而这多出来的20亿呢，我只需要用来认购美债，就相当于我再借给美国政府10年、20年，美国政府呢每年就会给我固定5%的利息。那这个钱呢就等同于白白的送给我了。那你要不要呢？再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改变一个会计的一个规则，不需要去降息，也不需要去印钱，直接让华尔街变出无数的钱来买美债。那么美债利息谁来付呢？就是全美国人交的税嘛。所以上一部影片就讲了，美国国内的钱在美元贬值之下反而变得越来越多了。而各位，现在关税是暂停了，为什么？当时这个关税一推出来这个日本的美债基金就突然爆仓了，大量的去卖美债了，导致了美债大跌，美债利息就暴涨了。结果第二天美国就紧急暂停了这个关税。这一下
全世界都看到了啊，原来美债就是你美国最大的软肋嘛。所以现在只要全世界拿着美债这张牌，美国的关税谈判呢，就好像被掐着脖子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外国不买，甚至还有的人呢可能要抛售美债，那么美国就是要让自己国内的人来买嘛。而你去想一下嘛，一旦美债再也不能威胁美国了，你觉得下一次的关税是来的更温柔呢，还是更凶猛呢？留言告诉我嘛。而今年美元贬值了12%，对台币呢更贬值了15%，也就是如果你今年年头开始买美股，无论你是赚了还是亏了，你全部资金呢都要先亏个15%的美元汇率贬值的钱。就是今天你有100万，你拿10万去买了一只股票，就算翻了1倍，你才赚了10万嘛。但是你这100万因为贬值了15%，所以其实你还是亏了15万呢。而最后呢，你还是倒亏了5万呢。这个就是我今年到现在完全不去碰美股的原因了。但是现在既然美债问题还没有爆，而美国呢就发动了货币革命，那么美国里面一些跟稳定币有关的公司呢将会在我们布局的名单里面。比如说 Circle， 这个呢是华尔街的资本家投资的，就是用来跟 USDT 打擂台的。还有 Coinbase， 我们去年呢也操作过几次，而现在还在我们的布局名单里面，因为它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嘛。而 PayPal 呢更是第一个拿稳定币放贷的公司，也就是 PayPal 已经在透过给高利息让全世界把钱换成稳定币，然后存在 PayPal 里面，相当于 PayPal 已经在抽走全世界的钱了。而这呢只是一个开始，当然什么时候进场买多少，怎么止盈止损等等的，你要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自己所用，而不是到时候还在问我啊，现在进场是时机吗？什么资产还能买吗？现在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里面还在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了暴涨股，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说几句啊，就是我影片的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期，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哦。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